近日，泰国国家铁路局局长尼鲁透露，铁路局董事局1月26号批准支付中泰铁路第 2.3 合约首笔垫付款，占该合约总金额的 15%。泰国铁路局与中铁公司于2020年10月28号签署的第 2.3 合约，规定由泰国出资聘请中铁公司制造中泰铁路上运行的动车组，合约总金额506亿3350万铢，首笔垫付款约76亿铢，将在2月下旬支付，以正式启动制造动车工作。按照中泰铁路第 2.3 合约规定，中方将负责动车系统设计、制造、安装、调试，其中动车组的设计和制造工程使用资金7到8亿铢，铁轨系统的安装、行车信号系统安装、电气系统安装等工程总金额40亿铢，以及操作人员培训总金额10亿铢。关于这个 2.3 合约，小编有必要展开聊聊。2019年4月25号至27号，在中国举行的一带一路峰会期间，中泰双方就中泰高铁项目 2.3 段工程进行过一次谈判。这轮谈判后有2个重要调整，一是线路由无闸轨道调整为有闸轨道，第二是车辆方面由最初的和谐号调整为中国最新的复兴号。也就是说，最开始的时候，中泰高铁采用的是无闸轨道加和谐号的组合。为什么会出现变动？这二者之间的区别又是什么呢？大家好，欢迎来到星球热点，国家大事从不缺席，舆论场中抽丝剥茧，聚焦独家中国资讯。点赞、订阅、加小铃铛，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综合曼谷邮报、老挝时报网站报道，当地时间1月28号，泰国铁路运输部表示，泰国和老挝正在就中国、老挝、泰国铁路连接计划进行洽谈。该铁路或能在未来3到5年内降低 30% 到 50% 的货物运输成本。日前，泰国铁路运输局副局长、同海关总局副局长率领泰国铁路和海关部门的代表团访问了老挝，与老方合作伙伴深入讨论上述问题，试图进一步加强跨境运输合作的方式。泰国铁路技术开发研究所的代表也参加了此次访问。代表团一行人参观了老挝坎萨瓦站，该站是老挝到泰国铁路 7.5 公里延伸段的一部分，连接泰国廊开和老挝塔拉楞站。报道称，高铁网络将与现有的基础设施一起建设，使泰国和邻国受益。泰国政府官员表示，2022年通过廊开府口岸的货物进出口额达992亿泰铢，折合人民币约为205.4亿。尽管受新冠疫情影响，泰国去年的跨境贸易额仍增加了282亿泰铢，同比增长了 39.9%。目前，泰国政府正将廊开府的火车站发展成为跨境货运中心和铁路与公路运输纽带。预计该火车站将作为海关检查站和物流中心投入使用。泰国铁路官员称，泰国廊开火车站周围80公顷的区域已被指定用于开发国际货物清关厂和集装箱储存区。据报道，泰老铁路网通车后，计划每天运营14列火车，吸引更多投资。该线路最终还将与中老铁路相连，以提升中老泰国家间国际联运效率。泰国目前通往中国的陆路运输线路主要有4条，其中被提到最多的就是中老铁路。这条北起中国昆明，南连老挝首都万象，全长1035公里的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3号开通运营1年多来，其影响已辐射到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诸多国家和地区，区域互联互通、共同发展的带动效应明显，沿线商贸民生受惠颇多。据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统计，中老铁路开通运营1周年累计发送旅客850万人次，运送货物112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3000列，极大便利了沿线民众出行，为老挝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注入澎湃动能，也为共建“一带一路”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示范。
去年10月，泰国副总理阿努廷参威拉宫到访老挝，率领政府代表团及媒体120余人体验了中老铁路，给予高度评价，并希望能够加强与中方合作，积极推进中泰铁路和老泰连接线建设。同年7月，万象南站换装厂正式建成并投入使用，实现标准轨和米轨连通，标志着中老泰铁路实现互联互通，陆海联运国际物流通道更加便捷畅通。泰国铁路局透露，截至1月中，中泰铁路曼谷至呵勒府第一阶段工程总进度为 16.72%， 该阶段工程共分为14个合约，第 1-1 合约已于年前建成。进展较快的第2-1合约西丘到古吉11公里段进度为 96%， 预计今年年中建成。第3-4合约古吉到阔果 37.4 公里段进度为 46.11%。第4-7合约北标到静开 12.9 公里段进度为 32.53%。第3-3合约班代马到兰达空 26.1 公里段进度为 17.49%， 其余各段工程进度为 0% 到 9%。铁路局已2次调整中泰铁路通车时间，从最初原定去年通车变为2025年通车，但最近又延后2年，变为2027年通车。至于中泰铁路为什么进展缓慢，小编在此前的影片中也有着重的解释过，感兴趣的观众可以自行查看。接下来我们继续聊回中泰高铁项目的 2.3 合约调整问题。首先是轨道问题，先说结论，中泰高铁线路由无闸轨道调整为油闸轨道，主要是为了降低成本。那么二者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呢？小编简单总结主要有以下5点：一、使用的材料不一样，无闸轨道使用的是混凝土沥青混合料，油闸轨道使用的材料就比较丰富多样了，例如散粒碎石或高分子弹性材料等。二、适用范围不一样，无闸轨道适用于石质路基或无渣桥面上，铺在土质路基上则需另设压实的沥青混凝土承重层。三、特点不一样，相较于普通轨道来说，无闸轨道整体性好，线路稳定，维修工作量小，但成本高，施工期长。四、速度不一样，无闸轨道轨枕本身是混凝土浇灌而成，而路基也不用碎石，铁轨轨枕直接铺在混凝土路上，车速可以达到200公里以上。普通油闸轨道是由2条平行的钢轨组成，钢轨固定放在枕木上，之下为小碎石铺成的路闸，一般车速只有100多公里左右。五、维修成本不同，无闸轨道相对油闸轨道的经济效益，仅能从油闸轨道需要增加的维修费用计算得到。现在油闸轨道的维修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机械化和自动化，比手工作业费用要低，并能够持久地保持轨道几何状态。无闸轨道也需要维修，钢轨打磨工作量相对油闸轨道要增加，随着无闸轨道使用时间的增加，伤损将增多。那么复兴号与和谐号又有何区别呢？为什么要替换呢？中国最开始出现的动车组列车就是和谐号，简称 C2H。 在当时，和谐号的技术就达到了世界顶尖，运行时速更是达到了350公里每小时。但是和谐号有个问题，它是合资生产的，所以和谐号列车之间参数数据都不一样，导致出现维修困难。而在和谐号的基础之上，脱胎换骨出现的新一代动车组，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复兴号，简称 C2， 是真正的标准中国动车组列车，用的是中国标准。和谐号因为标准不一而造成维修和成本的提升。复兴号的出现，一方面是为了提高中国高铁技术，增加旅客的舒适度，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替代和谐号，并且随着复兴号的不断生产，和谐号或将退出市场。从老百姓的角度来看，新一代的复兴号动车组无论是运行速度还是乘坐体验上都有了进一步的提升，比原来高35公分的车体空间，车厢无线网络全覆盖，
让过隧道或列车交汇时压力波刺激效果更小的新空调系统、更人性化的分时照明系统、更高的安全系数。从铁路部门的角度来看，复兴号动车组的正式上线运营所带来的好处更是不胜枚举。复兴号的设计寿命达到了30年，比原来的和谐号多了10年。列车阻力比既有 C2H380 系列降低 7.5% 到 12.3%， 人均百公里能耗也下降 17%。统一的技术标准体系，所有标动平台列车都能连挂运营，互联互通，这些都将大大的降低铁路部门的生产和运营维护成本，而且还有效率上的明显提升。而从国家产业发展层面来看，新一代标准动车组大规模的投入应用，可以说是真正让中国的高铁列车在国际竞争中站稳了脚跟。因为它拥有完全的自主知识产权，再也不用担心和顾忌被其他竞争对手以知识产权名义所带来的被动不利局面。而且中国新一代的标准动车组在性价比上的优势正日益明显。高铁列车市场不是简单的拼价格战的市场，其所蕴含的技术含量和背后的利润空间都很大。因此，中国标准动车组对中国铁路走出去所带来的深远意义不可小视。好了，今天的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觉得在复兴号之后又会出现怎样先进的列车呢？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你的看法。最后一定不要忘记点赞加订阅，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